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更新公告。那我发布的时间距离这个公告发布的时间应该是隔了一个晚上啦，因为太晚了，我也不想要发布影片，而且也来不及做。如果把影片做完的话，应该很晚了。国际服更新的时间是在2月27日，国服的话是在3月2日，就是比起国际服还要慢了3天左右。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7000宝石的活动。怎样去看这个是不是7000宝石的活动呢？你要看有没有第二个活动青野奇遇。这个青野奇遇呢，就是它会有4种触发一些迷你 boss 的条件，就比方说你要打那些盗贼啊，或者是你要保护牛车，又或者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给打掉，这样子类似的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应该是7000宝石活动，然后钓鱼的活动也会出现，卖南瓜的活动也会出现，保护牛车，还有登峰造极。不过这一次登峰造极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们这一次登峰造极有提升到战力的话，那些印记会保留下来，变成成就的印记。这个成就的印记呢，是可以在之后拿去兑换一些曾经出过的登峰造极皮肤，就是讲你不一定要换新啦，可以换旧的。不过多数情况下，玩家都会想要换新的啦。它这个保留成就的登峰印记呢，是确保那些玩家，如果他就算是没有拿到皮肤也好，又或者是忘记去兑换也好，至少留着这个印记之后可以换回一些曾经推出过的登峰造极皮肤，还不会这么亏。那么讲到登峰造极，也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一次登峰造极的皮肤。我说实话，这一次的皮肤呢是有一点敷衍啦，就是讲整体上来看呢，其实跟旧的皮肤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虽然是说前面增加了一些元素，就比方说这个竖琴啊，然后旁边还可以看到一个类似斯巴达的雕像，我觉得这个风格就有点像希腊的风格吧。然后它的特效出来的样子就是这样闪开，然后有一些音乐在旁边，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比较单调一点啦。不过这个步兵防御力的皮肤呢，应该没有多少玩家想要去拿吧。它的头像框还不错啦，看起来。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拿登峰造极的话，应该也不需要用到这个头像框或者是这个皮肤吧。反正我个人对于这一次的皮肤设计是不太喜欢的。活动期间将限时开放一键加速功能，玩家可以使用一键加速按钮，快速的使用加速道具训练部队。但是各位要记得，它只有在登峰造极的时候才可以。那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永久性开放，因为有时候像我们 KVK 需要训练部队的时候，毕竟各位也知道前置的时候我们拥有的时间是很短的，尤其是有这么多玩家都要提升战力，你就不能开放这个一键加速功能让我们去训练部队吗？你们不要说我们这些小玩家，你想一下俄罗斯父子啊、爸爸啊、咪咪啊，他们这种大佬一下子就要训练好几亿部队的玩家，你开放这个功能给他们之后，不是会更加方便吗？虽然我知道他们多数情况下都是用宝石去训练部队啊，但是有时候还是会需要用到训练加速的。我是觉得应该要永久性开放啦。失落之地及征服赛季相关内容，那这个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啊，特洛伊战歌里面我的一些体验，然后我也是做了影片，不确定官方他们有没有去看到啦，但是我希望我所讲的一些不好的地方，他们在这个版本里面有更新到。首先就是神明祝福原本只有1次更换的机会，那么在更新之后呢，就会有2次更换神明祝福的机会。不过还是一样需要随着编年史的进程慢慢去解锁。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更新啊，因为有时候到后期我想要换别的那个神明祝福都没有办法。虽然换1次是 OK 的，但是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们换更多次会更好。还有它这边另外一个部分呢，就讲选择了神明祝福之后，玩家依旧可以浏览其他神明祝福的内容，这个很重要。因为我在那时候自己玩，我想要去看一下，阿波罗他的技能有什么效果啊，或者是雅典娜有什么效果，我不能用我自己账号去看，因为我已经选择了波塞冬，所以我就只能用我自己的小号去点击来看，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动作啊。那他现在可以让我们自己去看的会比较方便一点。还有神明祝福也是做了一些调整，就比方说波塞冬的暗涛汹涌调整之后，己方野战部队造成基础攻击后，目标部队的行军速度会降低3%，
持续2秒，该效果最多叠加10层，就是30。叠加时会刷新持续时间，该效果不可以被连击伤害触发。他这边特别强调，是因为如果是一般的基础攻击会触发的一些技能呢，连击伤害都是可以触发的。他就是不想要让你的连击伤害这么快去触发，然后让对方可能在1秒或者是2秒之内马上减速到很夸张。否则你们可以自己想一下，如果你是使用阿卡琉斯触发了这个连击伤害原型 AOE 的话，到底有多少个敌方部队会被减速？另外一个就是阿波罗的技能调整之后，最多摧毁目标30%的耐久度，并且在开启炎阳巨炮和太阳战车时，远程部队不可以再攻击建筑了，所以他做了一些调整了。因为有不少的玩家投诉说这个阿波罗太夸张了，像我之前也是有强调过啊，就是阿波罗的这个神明祝福选择了之后，你们推进旗帜的速度其实快很多。奥林匹斯决斗场准备阶段缩短至1小时，决斗阶段延长23个小时，单场决斗胜利后可立即恢复的轻伤单位从100%降至85%，增加了1次奥林匹斯决斗场在剧本中开放的次数。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奥林匹斯决斗场，我在之前的影片中有反映说我很讨厌这个东西。新增了征战成就，神选斗士在奥林匹斯决斗场中击杀30万战斗后可以获得，但是这边没有讲有什么奖励啦。另外一个就是征服赛季剧本并无尝试并开启小赛季模式。这个小赛季模式呢，就是里面的王国会比较少一点啦，因为我们现在普遍的 KVK 都是至少有5个王国到10多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嘛，所以他才推出了这个小赛季模式。但是这个小赛季模式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多少玩家会想要去参加啦，因为这个小赛季模式虽然王国会比较少，你不需要跟人家争夺，人数也会比较少，伺服器的压力也会比较小一点，但是相对的你拿到的奖励那些会比较少一点。那这边就有说到部分编年史和征战成就的要求会降低，征服者名额会减少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奖励会被减少，仅有被标记具备相应资格的王国可以报名哦，所以是讲你要报名都没有办法去报名。具体开放时间以游戏实际情况为准。赛季公宣商店在征服赛季剧本英雄战歌中开启先锋体验，玩家可以在赛季公宣商店中使用赛季公宣币兑换疗愈药剂，这个我在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你可以直接拿去治疗你医院中的重伤部队，并且可以储存到赛季结束。为平衡击杀重伤不同等级一单位获取的功勋和效率，在版本更新后新开启的失落之地中调整击杀重伤等级一单位的功勋值，具体如下，就是你重伤1万个一等级的部队才可以获得1点的赛季功勋币，就是他不想要让你用 T1 部队去刷那个功勋，就算你要刷的话也是拿到很少而已。还有包括击杀1万的 T1 部队可以获得2点，己方重伤1万的 T1 部队拿到1点，己方阵亡1万的 T1 部队拿到1点而已，就是不想要让我们用 T1， 让我们换去用 T2 吧。操作及战斗体验优化，那我来看一下这边更新了什么东西，我会比较好奇。新增队列设置功能，玩家可以对已解锁的队列设置显示或隐藏。新增4种队列：材料生产、军器获取、水晶研究、水晶加工。调整了队列的排序。它这边讲的部分应该就是你们点进来这里啊，你可以快速的点啊。但是我说实话啦，在更新之后呢，这个东西我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我是觉得说万国觉醒没有必要用到这个功能啊，真的是没有必要。反正我就直接点进我的城市里面操作就行啊，为什么我还要去点多一个按钮，然后慢慢去找，找到了之后你再去点。我已经习惯我自己城市的摆设方式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没有必要的。为平衡游戏中的强度关系，调整了部分天赋效果军器铭文我们又要重新改过了吗？这里我们看一个对比就知道有什么差别了。首先就是辅助的天赋，那你们可以看到在右手边的画面呢，原本是受到所有技能伤害降低 15%， 但是现在战场上比较少有统帅式技能伤害了嘛，除了工兵之外，现在改成连击重击都有包括在内了，就变成这个辅助天赋有提升了。另外一个就是疏阵，受到所有技能伤害降低 9%， 现在就变成受到所有技能连击重击伤害降低 9%。 所以对于辅助统帅来讲呢，这个
个改动是有提升的。然后另外一个技能伤害的话，受到所有技能伤害降低6%，变成都有包括其他的伤害，所以这个是有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无甲之针，原本是造成所有技能伤害提升，受到所有技能伤害也是会提升，就是讲你自己受到伤害其实也会增加，但是也只限制于在技能伤害而已。但是在改动之后，就连连击跟重击伤害也是会随着提升，所以这个部分呢是削弱，它有一个提升了，有一个是削弱了。另外一个就是进攻的天赋，也是跟刚刚技能伤害差不多，就是造成所有普通攻击伤害提升6%，但是造成的所有技能伤害降低3%，变成造成的所有技能伤害、重击伤害、连击伤害降低3%。这个对于进攻天赋的统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削弱因为他这边如果提升到满的话就是6%。你们可以看到我这里阿提拉的进攻天赋已经升满了嘛，但是只有3%，但是改动之后变成6%，这个有点夸张啊。刚刚技能伤害也是一样啊，所以对于进攻天赋的统帅来讲呢，不是什么好事情啊。因为多数用进攻天赋的统帅呢，都是会去点到这个部分啊。因为用到进攻的话，多数他的伤害应该都是重击伤害、连击伤害，或者是普通攻击伤害，像阿提拉这样子的。就是说这些统帅不会受到这个天赋的影响啊，造成的所有技能伤害降低，你这个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效果的。但是在它改动之后降低6%的技能连击重击的话，哇，这个影响还挺大的。但是刘彻他的天赋又不能改，他本身就是进攻天赋，有点太惨了这个部分。防御天赋的话，就是从原本受到的所有技能伤害降低，变成有包括其他类型的伤害，所以这个是提升。另外一个就是机动，也是一样，从原本受到所有技能伤害降低，变成有包括其他类型。但是我说真的，这个天赋改不改动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没有多少玩家会用机动统帅出去打架的。另外一个部分是连击伤害的，造成所有连击伤害提升6%，原本提升3%而已。哇哦，这个是对于连击伤害统帅来讲是一个提升哦，额外增加3%。另外一个是重击天赋，首先是重击强化，造成的所有重击伤害提升6%，我相信他这个提升满的时候应该是3%啦，因为我没有重击伤害的统帅。另外一个是受到所有技能连击重击伤害降低6%，刀枪不入就是这个部分。这个原本是受到技能伤害降低而已，所以连击伤害的统帅跟重击伤害的统帅都有提升啊，但是不包括刘彻啦，因为刘彻他用进攻天赋，所以对于阿提拉、刘彻来讲呢，这一次的改动呢是有影响到的。至于军器铭文这边就不多做说明了，基本上也是增加多2个伤害进去可以触发而已，基本上就是加了这几个下去而已，连击跟重击这些全部都是在天赋方面的部分。那第3点呢，就是修改了征服赛季剧本升级妙册中部分兵法效果，就有包括这3种兵法卡，但是改什么东西还没有说，要以剧本开启的时候才知道。优化了自动打野功能，在自动打野的时候将会避开正在与其他玩家交战的野蛮人部队，优化了战略视角下的操作，自由行军和快捷战斗时将不会再和符文产生交互。那之前是真的有试过好几次，在打架的时候一直点到符文啊。优化了部队休整功能啊，这个就是之前有讲过16小时、8小时的限制，当玩家接近24小时中战斗狂热时长累积达到8个小时之后，即可在效果栏中打开相关界面，玩家可以在该界面回顾战争狂热触发记录，更合理的安排战斗计划啊。它只是出现这个记录而已吗？没有其他东西了吗？新增数字键盘功能，在需要输入数字的区域可以使用游戏自带的数字键盘进行输入啊，就这样子而已。然后它那个战斗狂热限制的功能没有说调整成怎么样吗？它只是跟你说多了一个通知功能而已吗？其他功能优化奥林匹亚之巅活动，那奥林匹亚之巅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玩了啦，那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我只是念给你们听
停而已。优化了排位模式，赛后获星规则，基于玩家的局内表现给予相对应的评价分数，玩家有概率在比赛后多加星或不扣星。组队排位模式中，若有队友存在严重违规，影响战局结果，受影响的玩家将获得补偿。联盟悬赏新增每周完成悬赏可获取最大的奖励限制，食物、木材、石料、金币资源每周悬赏获取量上限为1亿，流光币每周悬赏获取量上限为200。联盟储备库捐献流光币时新增2次确认和2级密码确认操作，优化军器存档交互体验，更新了成就系统，新增成就类型守护者命运之子，成就类型中新增成就卧虎藏龙，这部分应该是说好像诸葛亮啊要觉醒什么之类的吧。优化了大地图中野蛮人表现丰富性，更新了全新野蛮人形象和技能哈，这个是没有必要的东西啦。但是这个更新只是会在部分王国出现而已啊，它现在还是先锋体验版。在重置版的部队表现中新增部队阵亡后播放阵亡动画，这个什么东西来的？优化了联盟建筑的界面，现在可以直接查看联盟建筑物的历史战报哦，这个还不错。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如果我们是观战的玩家的话，可不可以也是一样看到战报呢？优化圣地级关卡守卫的技能描述，以血还血，上古之怒，新增了额外伤害相关描述，不影响实际效果，就是改文本啦。联盟排行榜中新增攻打野蛮人承载数量的排行榜和军备物资贡献排行榜，这个在之前策划面对面的时候有讲过了。在个人信息的埃及之战标签下，新增了冠军巅峰赛夺冠次数和冠军巅峰赛正赛参与的次数数据展示，优化了驻地任务的交互体验，现在可以直接在驻地任务的主界面领取任务和奖励啊。因为我们现在呢还是需要这样子啊，你要点进去，然后跑过来然后点了之后啊再去找下一个，或者是你要切换另外一个，就比较麻烦一点啦。那更新之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领取啊，或者是选择你要的任务，不需要就是一直切换到这个画面里面去操作。优化了背包中道具的展示，博物馆文物将不会在背包中显示，玩家可以直接从背包中使用城市主题、名牌等外观类道具。这一次的更新公告就是这样子啊。严格来讲也没有什么大更新吧，主要就是这些天赋的部分哦，改动比较多啦，就是会有受到影响了，以前不影响，后来就会有影响了。OK， 那么这一次的更新内容大致上是这么多啊。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那虽然天赋是有改动啊，但是影响不会说到太夸张的，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只是稍微变弱了一点点。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